如果有这样一部电话，接了就会撞鬼，你敢接吗？1978年间，杨家屯小镇中，小帅和妹妹小美是小镇居民，两人母亲在早年间去世了，兄妹二人和性格暴躁的父亲过着相依为命的日子。而小镇今年并不太平，接连发生了5起少年失踪的案件，在犯罪现场均留下了黑色的气球，谁也没有想到，小帅即将成为了绑架犯的下一个目标。这天，小帅放学回家途中，旁边黑色面包车上突然下来一个男人，东西撒了一地。小帅好心上前询问要不要帮忙，男人却转身将小帅抓进面包车内。再醒来时，小帅已经被男人抱到了一间密室，男人戴着面具安抚小帅，小帅只能强装镇定，一言不发。在男人离开后，才开始动起来。男人离开的那道门已经被锁死，门旁边还有个通道，是一个卫生间。小帅返回，在垫子旁边墙上有一个黑色电话，小帅拿起电话却没有任何声音，原来线是断的，除此以外没别的什么东西了。小帅无奈又躺上了垫子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小帅貌似听到有电话声，他接听了那黑色电话，但声音却从身后传来，是那男人又来了。他说这电话没有用，以前也想过，但是接听后并没有任何人，他觉得是静电引起的。而从男人话语中还得知，密室的上面好像有人来了，但男人一点都不怕，因为这里已经被他做过隔音处理。在男人走后，小帅大喊了起来，果然是一点动静没有。小帅转头看到有道天窗，可他根本够不着，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之前5个人被绑架犯抓走，其中就有他的朋友，如果有人能打破那扇窗户，他们已经做到了，他的朋友就可以做到，所以这一定是中国制造的隔音强化玻璃。正当小帅思考对策时，身后的黑色电话响了起来，这吓得小帅一个机灵，缓缓接起电话，如男人所说，里面并无声音。挂断后，小帅再次陷入沉睡。这一次，电话又响了起来。这个声音将小帅吓得立马挂掉，他跌坐在地喘着粗气。那铃声再次响起，小帅又挂断，没想到铃声直接变得急促起来，小帅只能接听，里面传来声音，别挂了。小帅问他是谁，电话那头说他是之前被害死的5个少年之一。小帅接到了死人打来的电话，打电话是想让小帅逃出去，之前也有人接到了亡灵电话，但是那人不愿意相信，因此也被杀害。小帅听到这话，那只能选择相信呀。电话给出指引，走廊里有一块泥土，瓷砖松动的地方可以挖，但时间不够。难道小帅的时间够吗？小帅忽然明白，这可能是此人当时尝试的方法。无论如何，小帅决定试一下。他掰开走廊的瓷砖，就这样向下挖了下去，挖出来的泥土就放进马桶中冲走。挖了一会儿累了，小帅便用毯子盖住，人再躺到垫子上休息。很快到了第2天，男人给小帅送了吃的下来，然后就离开了。临走时门却忘了锁。小帅看到这一幕，刚想开门，身后的黑色电话响了，这次里面传出另一个人的声音，让他不要出门，这是一个陷阱。小帅听出来了，这是他们小镇送报纸的少年，且那个少年的灵魂凭空出现，但小帅却看不到。少年最后警告小帅不要出门，男人就在外面拿着条腰带等着你，只要你未经允许尝试离开，他就有理由惩罚你，拿鞭子抽你。说完又没了声音。小帅半信半疑，偷偷走上楼查看，果然瞥到男人拿着条皮带坐在那，果然是陷阱。小帅返回密室，抓起饭菜狂吃起来，先填饱肚子再说。不久，电话又响起，是送报纸的报童打来的。他曾经尝试过的方法是从墙缝抽出电缆，挂上窗户逃脱。小帅利用电缆和垫子套上铁栏杆，踩着绳子爬上窗户，然而盖子是掉了下来，玻璃却没了辙。一次男人送饭进来，聊天中问他的名字，并表示可以送他走。小帅耍心机说了个假名字，这却激怒了男人，男人直接将小帅的寻人启事扔给他。I was really starting to like you. Finny。 随后又重重关上了铁门。夜里小帅听到动静，手电筒一照，发现一个人悬浮在空中，这吓了小帅一跳。那人指向黑色电话，电话里传来女孩的声音，告诉小帅他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小帅问男人为什么不杀了我，女孩说你不会玩游戏，如果你不玩，男人就赢不了，就没法进入下一阶段，如果一直不进入下一阶段也会死。小帅根据指引记了几组密码，然后打开铁门走上楼，发现了坐在正中的男人，男人好像睡着了，一动不动。小帅壮着胆子从男人身旁走过，来到了密码门前，开始试着密码。小帅趁着绑架犯打盹儿，从他旁边走过，试着密码门。下一秒，小帅逃了出来，疯狂逃窜，眼看男人开车追了出来，小帅边跑边喊，可还是被一把撞翻在地。小帅再次被抓了回来，昏迷了一夜。第2天小帅醒来时，电话又响了起来，这一次是另一个人，告诉了他自己尝试的更高级的办法。小帅根据指引取下马桶盖，对着走廊墙壁疯狂砸下去，果然发现了一个铁皮盖。他再取下水箱里的螺丝铁片，将铁盖上的螺丝走下，这里貌似是个冰柜。小帅爬了进来，但很可惜，外面被锁了起来。小帅无功而返，坐在角落哭了起来。电话又响起，小帅已经有些
失望了。但这次的电话让他瞬间提起精神，这是他的好朋友大仙。大仙打架非常牛皮，他直接开始现场教学，想要小帅替自己打败男人。小帅郑重的答应他，随后掰断电话线，既然逃跑不成，那就与男人正面对决。他开始布置陷阱。正在这时，另一边绑架犯男人的弟弟来探望哥哥，但绑架犯却不在家。弟弟发现哥哥家有一个线索板很奇怪，纠结再三的他进入了地下室，发现了哥哥的秘密。然而他刚想救小帅出去，下一秒哥哥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，直接劈了下去。男人玩够了，直接叫来一条大黑狗观战，自己拿起斧子劈向小帅。小帅灵活闪过，猛地跑向陷阱。男人崴了脚，小帅趁机给了男人一拳。他利用大仙传授的拳法给了男人重重一击，最后拿起电话线狠狠勒住男人脖子。此时黑色电话再次响起，小帅拿到男人耳边，里面传来5个被害人的嘲讽。最后小帅直接一个用力送男人见了阎王，小帅成功逃脱出来。与此同时，警察姗姗来迟，小帅也终于和爸爸妹妹迎来大团圆。